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云飞。之前我不是搞了一台红米笔记本15寸锐龙版嘛，我有提到过它的硬盘速度不是很理想，就比较一般，所以我今天搞来了西部数据的一块硬盘，它有1TB，用来替换红米笔记本里面那块比较普通的硬盘。但问题是红米笔记本里面是单硬盘，所以我今天就打算用这个机会来告诉大家，单硬盘的电脑如何进行无损的系统和数据的一个转移。就算作为一个小小的分享。那么我们现在开始，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准备了哪些东西啊。首先是这块硬盘1TB 的，然后我们需要用到一个硬盘盒，这个大家按需求购买就行了。之后红米笔记本它这个后盖，我查了一些视频，它是比较难拆的，需要用到一个吸盘，我买的那个吸盘还没到，所以今天就打算先用这个来作为一个代替。然后我们现在来看具体的步骤。首先我们买好了这个硬盘的话，我们来进行一个安装。很重要一个点是你需要了解好自己的这个硬盘的支持的协议啊，因为就是临时用一下，他送了其他东西我也就直接不用了。好，这样就安装好了，一根 C 到 C 的线，待会儿就把数据转移到这个里面。想必这个软件大家都不陌生啊，我们就是使用它来进行系统的迁移。大家看这儿，这个我们准备好的迁移的盘，给它装上去，直接点击系统迁移，新加卷，确定。好 ，Windows 我就设到300G 吧。这里就算我们原来的固态硬盘分了2个盘，在这也可以一起把它给转移过来。然后我们可以重新分配 C 盘和 D 盘的大小。这里应该要勾选将目标盘设为可用于启动系统。这样的话，我们待会儿直接把这个原有的硬盘拆下来，它就可以直接插上去，就能直接用了。那我们选择开始，好，确定。这里它就提示了我们是使用热迁移还是重启到 PE。这里我谈一点我个人的小小的经验，热迁移的话，它可能不太稳定啊，毕竟你这整个系统是一直开着的。个人建议非必要情况咱们都选择重启到 PE， 这是我血淋淋的教训。直接热迁移。在我当时选择了这个热迁移之后的1个小时里面，这个软件就出现了各种的问题，比如说打不开呀，比如说闪退呀，所以这个热迁移大家尽量不要去选，咱们都选择 PE。 好，刚才试了热迁移我觉得确实不太稳定，还是要到 PE 里面会有更加稳定一些，所以咱们还是去 PE 吧。进到 PE 我们会遇到一个新的问题，就是 Windows 11它自带了一个加密功能，我们直接这样进入 PE 的话，它是会显示我们需要解密或者说密码密钥之类的东西，才可以把这个分区给解密，我们才可以正常的使用。所以我们还得进行另一步操作，我们要先解除 BitLock， 设置安全隐私，设备加密，关掉，关闭。我是不记得这个什么设备加密的密码啊，什么密钥之类的这是一块我之前没有意料到的一个点，所以我们得先把它给解锁了。那我们继续。经过很久的等待，这个设备加密终于是关掉了，然后我们继续。重启到 PE， 这回应该不会报错了吧？总算能够继续开始了吧？当我们正确设置好一切之后的事情就是全自动了，这点是很舒服的。好，已经开始了。所以虽然看似挺简单的，但里面的这个门门道道还挺多的。现在我们只需要静静的等待，它是还有6分钟。迁移完成之后，它会自动开机，有一个 Windows E， 然后数据 F， 这些数据都在了。我们可以验证一下我们先进 BIOS， 把这个引导改一下试试。好嘞，启动菜单。F10 保存，是，我们来试一下，看看使用我们的这个固态来进行开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哇，这个速度感觉还挺快的
电脑的速度都变快了。这样我们来试一下它的这个速度。好，这是我新加这块盘连接这个 USB Type C 连接 3.0 的这一个速度啊。我现在再来测一下原来红米的那块盘的一个速度是多少。这个是红米本身的系统盘，我们现在来把它给拆了，先彻底关机，然后把这种线什么的都给拔了。因为红米的螺丝它是这种6角的，所以没办法，只能买了一个新的啊。它后面2颗螺丝是比较长的，剩下的应该都是短螺丝，就这么长长。然后它这个是没有其他接缝的，只是这样，所以我们是需要用到吸盘。好，哎呦，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整个内部的构造啊，这是它的背盖。然后我们进行内部操作的时候，应该先把手放在墙面之类的地方，先释放一下我们的静电。我们在把它卸下来之前，应该先把这个电源给断了。我们把电源先打开，这个是我们原本笔记本里面的固态。现在我们把我们准备好的固态拿出来，插进去，装上，然后这个屏蔽罩同样的也给装上。好，这样就大功告成了。然后我们把电源插回去。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先简单的盖一下我们的背板，先不管其他的，先看看能不能开机。说明咱们这个是 OK 的，什么都不需要我们动，就直接就是一个原版的系统给大家看啊。而且原本系统上的一些设置啊什么的都完全没有问题，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所有的信息都是 OK 的，真棒。先关机，我们把这个螺丝给安上。有人肯定会说为了专门装一个这个系统我又要买一个这个固态硬盘盒子，那肯定是有点浪费了。但我想问你啊，就是你拆下来的这个硬盘，你难道就不用了吗？虽然它是500G， 没有特别多，但也是可以使用的呀。这个时候这个硬盘盒子不就恰好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吗？完美。我们现在再来进行一下它的测速，看看它在这块盘上，就是它在内置的这个固态的盘位里面，它可以跑得多快。走着，速度大概是这样子。我靠，这提升也太大了吧，牛逼！西部数据 YYDS。经过漫长的倒腾，我是终于把这个固态给换好了。这也是我第一次使用这样的方式换固态硬盘。这个单盘位的确实需要那么一点点的软件和硬件的这个小基础。不过经过我的梳理和踩坑，假如说你在未来或者说现在刚好有一个单盘位的电脑，并且刚好你也有想要给它换一块硬盘的这个想法，那么你就可以参考我这些视频，使用我的这个办法来进行更换硬盘。本期的成本其实它是79块钱，这个买了也是可以一直用的，它是100多。硬盘的话就看大家自己选择这个规模。我个人觉得换下来真的就和小米换机一样，直接就过去了，就非常的方便。不管是你的软件还是你系统的一些设置，都是一模一样的，就跟没有换过一样，只是它存储的那个介质变得更加强大，或者说容量更大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正好也借着这个机会分享给大家。如果对你有所帮助的话，记得点赞投币，最好是可以关注我一下。那我们下一视频再见。